夏天到了，我们要穿什么呢？嗨，我是维若妮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又到了本人最害怕的季节——夏天。今天拍摄的温度是摄氏31度，但去年酷夏那种恐怖的将近40度高温的日子，感觉已经在不远处等着我们了。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，本人认为在穿搭造型上面最重要，每个人的衣柜必备，而且还可以搭配所有的单品。特别它是在夏天非常重要的白 T。一件好的白 T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？要如何挑选？今天我们会从面料、版型、价钱以及搭配4个层面，好好的跟大家聊聊。为了今天这一集，我特地去衣柜里把所有的白 T 都翻出来，发现本人一共拥有10件白 T， 大概有4件是近2年购买的。我相信我不是最疯狂的，这对每个时尚人来说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为什么白 T 比其他颜色的 T 恤还要相对来得重要许多？白色属于3个无彩度的色系之一，黑色、白色以及灰色。无彩度色系是搭配所有不同的其他颜色的最佳伙伴。黑色显热，灰色又不太好懂，所以在夏天最重要也最好搭配的就是白色。T 恤的主要成分是棉，一件 T 恤的含棉成分只要达到75%，就符合纯棉的标准。棉的等级可以被分为3种等级：高级、中级以及普级。第一种也是最高等级的棉有4种棉：埃及海马、斯匹马、秘鲁棉。中等级的棉有匹马跟新疆棉。最常见也是最普及的棉有长绕棉，也就是俗称的大陆棉。根据2023年的统计，全世界棉的最大产地地区为中国、印度、美国、巴西。美国则是生产中高等级的匹马以及斯匹马主要生产国。中高等级的棉通常长度较长，强度韧性高，透气以及吸水，反之则越差。水能载舟也能覆舟，棉的特性是透气、吸水度强，但它的缺点就是容易皱，也因为吸水度能力强，造成夏天衣服容易湿闷厚重。因此，一件好的 T 恤最完美的纤维组合成分，最好是70% 左右的棉，加上剩下的人工纤维、polyester 聚酯纤维，或者是 rayon 弹性纤维等等。从价位来看，低价位的 T 恤一件平均台币1000块以下，中价位 T 恤约莫3000到5000台币，高价位的 T 恤则是可以来到5000到1万出头台币。除了面料，纱线支数也是影响一件 T 恤品质的关键原因。越多的支数表示它织密度越细，品质越好。低价位的 T 恤有国际标准尺寸，机械大量生产，通常也是最无聊的版型，圆领、宽版。中价位的 T 恤在许多欧美时尚休闲品牌都能够看到。最高价位的 T 恤通常在设计师1线、2线品牌看得到，用好的品质的棉，再加上支数比较多的纱线，再加上多一点设计以及不同的版型，不是大量生产的标准版型。综合我们刚刚讨论的，白 T 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要买到超过1万以上的1线设计师品牌。既然白 T 是夏天里面每个人必备最重要的百大绿叶，是一个消耗品，每个人通常随便数一数可能都有5件以上，那么真的没有必要买到最高等级的白 T。我跟大家一样，在挑选衣服的时候，通常第一时间绝对是眼睛看到顺眼喜欢的款式，再来就会试穿它的版型。买的时候当然也不会特地挑什么品牌，但为了做这一集的功课，我把家里10件白 T 全部都翻出来看了一遍，意外发现1半以上都是美国品牌，当然也有少数是日本品牌，像是 MUJI 跟 Uniqlo。 从舒适的角度来看，我会推荐大家2个品牌，第一个就是美国的 Hans， 再来就是日本品牌 MUJI。 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比较长的寿命、比较多元丰富的款式，我会推荐大家去找
美国中低价位的休闲时尚品牌，如 American Eagle、American Apparel、James Purse、Avalon 这些品牌都是擅长制作棉的材质的款式。在国际标准机器大量生产的版型尺寸上，你是绝对找不到比较特别的领口、袖口设计、较长身长或者是特短身长的时尚版型。在领口方面 ，T 恤的领口通常分成圆领、V 领、船领。版型方面，个人比较偏好 V 领或者是比较宽一点的领口的 T 恤。脖子较长、锁骨好看的人，可以多穿深一点的圆领或者是 V 领白 T。本来想推荐大家不同的脸型、身形可以穿不一样领口的白 T， 但后来想想算了，天气越来越热，我推荐尽量去找比较宽一点的圆领，或者是稍微有点 V 领的白 T。如果你的白 T 是要穿在内搭，外面会套外套或者是针织毛衣，可以选择的版型是比较合身但不紧身的版型。单穿的人就可以选择比较时尚的 oversize 的白 T。不论你是休闲的牛仔长短裤，或者是正式的西装外套，全部都是白 T 的好朋友。颜色方面，最常见也绝对不会出错的就是黑白配，再来就是白 T 配上牛仔系列，第三个就是同色异调的白色配上米色系的单品，最后也是不会出错的，可以配任何其他的颜色。关于白 T 的洗涤以及保养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知道，但我还是碎念一下。如果你是中低价位可以机洗的白 T， 记得洗衣机洗完脱水之后要立马拿起来甩一下晾干，要不然会非常皱。如果你放在洗衣槽里面超过好几个小时、半天以上，肯定皱巴巴的。高价位好一点的白 T， 在第一次穿完之后，建议送去干洗，之后可以自己用冷水轻柔的冷洗精手洗。以上是今天的影片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集见。